黑心改装店下集。我实在是，哎呀，这个黑心改装店下集这坑挖有点大呀！我聊完第一集以后，好多人给我发微信，就基本上都跟我说：“哎，哥们儿，聊黑心改装店下集，你可悠着点说啊，别乱说。”就连我自己店里的人都在跟我商量：“哎，你说这个东西你说太多了好吗？”啊，我也是很纠结呀，怎么办呀？坑都挖出来了。那总不能先把坑跳过去。好，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接下来咱们来聊点什么呢？别取关，不要拿取关来要挟我，好不好？不要拿取关来要挟我啊！我就给你们讲点吧，好吧？那咱就接着这话题再聊聊，接着这话题再聊聊。其实呢，这个话题啊不好往深里聊。说实在，往深里聊啊，连我自己都聊死了。因为就连我的改装店有好多东西都没有做到我概念里面的100分。所以说，如果再往下聊的话，真的不开玩笑，可能我的改装店也是黑心改装店。可是没办法。Trivim 的话，曾几何时真的是被好多人看好，是新金属浪潮里面的绝对是先锋派。Trivim， 哎，咱不是说那个改装店吗？那个无良改装店，等会儿啊！你们不能这样，真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无良改装店。好，咖啡来劲儿啊！塞纳塔花，无良改装店啊！这个无良改装店呢，其实呢，怎么说呢？我们谁都遇见过。当你遇见过这些无良改装店了以后，其实他们在一上来，所有的无良改装店基本上都会给你这么一个概念，感觉在这家改装店里面，老板给你的这个回应就是什么？只要你钱到位，你这车想改成什么样，我都能给你干，也甭管你是欧系车、美系车、德系车、国产车，甭管你是什么车，来了我就能给你改，什么钱都敢挣。这种厉害，这种几乎就是可以100%的断定，这是一家黑心改装店。所有车都能改，买什么都能改，只要你钱到位，膝盖干稀碎。那在这里面，我一定要给你们区分一个东西，叫做油门加速器。这东西就是改装市场上也非常流通的一个东西啊。油门加速器这个东西呢，和外挂电脑呢其实是一个东西，原理相同。我这虽然不卖那个东西，但是那个东西大概的作用原理我是知道，就是它会改变你的一个油门信号。现在我们的车都不是拉线式油门了，现在都是什么？现在都是电子信号，它会发送一个电子信号，告诉你的 ECU， 告诉你的发动机电脑，这踩油门了，它现在踩了20%，好，现在又踩到50%了，我感觉这要超车，它踩到100%了。你的电脑再去告诉你的节气门，电脑啊这边听到了信号以后，手就控制着节气门，多少？20%是吧？打开一点，50%是吧？再打开一点，我操，100%了，全开。
你的电脑是这么一个工作逻辑。而油门加速器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的科技含量啊，要说真是有点低呢。所以你们猜到油门加速器是干嘛的了吗？它只需要把油门信号骗了就行。装完油门加速器了以后，这车效果有没有？绝有。哎，为什么呀？你油门行程有这么长，你踩一点这是20%，踩到这儿是50%，踩到这儿是100%，而接下来你踩到这儿，它其实已经默认为你踩到这儿了，而你当踩到这儿的时候，它已经默认为你踩到这儿了。那你说这东西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啊！你不用踩那么深了哦，怎么样？作用强大吧？哦，那是相当强大，给你省事儿。你根本就不用踩那么深了，你踩一点有了，哎，踩一点猛，嚯，快！哎呦，这东西装上立竿见影，你甭管是自然吸气啊、涡轮增压呀、什么发动机，连割草机，只要装上这玩意儿，立竿见影，哎，绝对有用。那感觉，风一样的感觉。哦，才20%，嚯！哎呀，这是我车吗？感觉都不是我自己车了，哎，呵，有劲儿，哎，有劲儿。但是呢，它这里面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油门加速器它另外一个超级大优点就是什么？省油。这东西的说明书上一般都会明确的标注，提升动力30%，节省燃油25%。哎呀，好东西啊，造福人类啊！哎呀，我建议所有原厂车一车配一个，厉害啊！这都是造福人类的东西，这发明我跟你说，早该申请专利，哎，早该全世界都普及这个，一人装一油门加速器，多好啊！提升30%动力，节省25%燃油。所有卖这种广告语的改装店，全是黑店，有一个算一个，一个也跑不了。提升动力30%，节省燃油2%，你别节省25%，你节省1%，你这就是犯罪，知道吗？真的，我跟你说，这是发明内燃机的已经死了，他要活着呢，早弄死你了，做鬼也放不了你啊，对不对？哪有说哦劲儿又大又省油？哎呦，大力士嘛。我们这一帮天天给人写程序，哦，这写完了以后，这油耗你可得忍着点啊。现在是12个油，给你写完这程序了以后，你最起码16个油。那客户一听我们这，哎，你们这什么玩意儿的？你们这不都忽悠人吗？那怎么我原来12油，现在就16个油了？这道理跟这儿呢，你不喝油，你让他拿什么快呀？你让拿什么动力比以前强啊？跟这儿没刷程序，跑别处装了一个油门加速器，装完了以后回来到我这儿就开始跟我理论来了。你看人家这东西多他妈实在啊！这装上以后立竿见影，比你们刷程序还便宜。最重要，我还得着一小盒。我这小盒还能跟车上装着，小盒贼精致，上面还有仨小灯，你看这还有开关。哎呦，这个装置真的是高科技，我跟你说，这叭开了以后，嚯，看这个叫 High Boost 模式，哎呦，看这模式劲儿大，哎，这模式劲儿最大，哎，中间这个，哎，中间这一档就普通模式，普通模式也比我原来快，哎，这个劲儿大。你要这省油模式一开，哎呦，真省油啊，真省油啊，这回一下就省油了，这车怎么踩都不走了，我跟你说，道理你没法说，你知道吧？你给装上确实猛不猛？是不是猛？那可不猛呗。那你现在才20%，它油门信号都给到80%了，你说猛不猛？那绝对猛啊！那开着是不像自己车呀，那绝对的。我们看的是不同转速里面这车大概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扭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马力，涡轮压力是多少，我们看的是这些。谁知道你光看推背感，你光看踩多少油门给多少推背感，这在我们看来这是，哎呀，这怎么能拿出来卖呢？这个玩意儿啊，哎呀，说这话太得罪人了，真的太他妈得罪人了，我跟你说，太他妈得罪人了。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这东西是不对的，不清真啊，反人类啊，这种东西。怎么能拿这东西出来卖呢？哎呀，说不清，真的啊，太得罪人了。我感觉等会儿我微信就要有人喊我。好，既然都说了，那我再说点别的。其实呢，给自己的客户推荐这个好多东西，他会给你推荐好多东西。哎，说破无毒啊，说破无毒。我刚才说了这个油门加速器了啊，其实这种比较魔性的东西其实真的不少了。如果有任何的改装店给你推荐类似电子涡轮、速马力、什么燃油催化器，
节油卡，对，还有什么排气管里装的那种螺旋的卡子，对，在进气上装那套环，哎呀，涡流进气是吧？涡流排气，全是黑店。所以说这些所谓的黑心改装店就是会对你改装的这个认知在一上来的时候产生非常大的误解，你会在一上来误会很多事情。其实在你一上来接触到改装这个领域的时候呢，其实难免会面对着走一些弯路啊，买一些没必要买的东西啊，这个完全取决于你的改装店卖什么，这个也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呢，如果太着急的为了卖自己的东西而误导消费者，这个就是不太好。尤其我们很多玩改装的朋友，其实这一路走过来会在你玩着这个过程当中，你选择了放弃。放弃的原因呢，其实有很多，有的人是因为迫于压力，家庭啊、社会啊等等多方面的压力，迫于压力你放弃了改装。但是其实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在他刚开始玩这个东西的时候，选择了一家错误的改装店，这点我不得不说。很多玩改装的朋友在一上来踏入这个圈子以后，遇见的第一家改装店，其实呢往往都不会特别的好，而遇见一家糟糕的改装店，使你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消费体验过后，你还有信心再去相信第二个人吗？所以说不好的改装店真的是要为这件事负责。